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昨天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中国 GDP 的初步统计数据，是1015986万亿，突破了100亿。按可比价格计算呢，是增长了2.3%。这个成绩呢是相当的不容易，因为去年全世界都烂成这个样子，我们还能保持正增长。注意，这个按可比价格计算是已经去掉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啊，实实在在的咱们国家的财富增加了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我们首先要肯定。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咱们不准备唱赞歌了。这两天各种各样的媒体，大家看的基本上都是赞歌性质的报道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想找一下缺点和不足之处。首先声明一下，寻找缺点和不足，并不是为了唱衰去年的成绩，而是让我们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，了解到问题在哪里。其实对于100万亿来讲，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。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，甚至对许多朋友而言呢，还不如晚上加一个鸡腿，让他感觉更兴奋一点。因为有很多朋友呢，去年的日子确实过得不是太好啊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：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啊。去年有很多人收入直线下降，国家的经济确实在增长，为什么他们没有享受到增长的红利呢？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分析能够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。首先说一下去年的经济增长2.3%，它是怎么来的啊？我们一般都知道经济增长3驾马车嘛，投资、消费和出口。去年呢，消费肯定是彻底黄了，消费是呈萎缩状态的，负值，它不仅对 GDP 没有拉动作用，反而拖累了 GDP 的增长。另外呢，出口，去年出口是增长的，整体增长是1.9%。主要是集中在下半年，上半年我们都知道它是下降的啊。其实出口呢，对于一些大企业怎么样啊，我们暂时不表。对于一些小的经济体啊，小外贸的一些老板，其实去年的日子过得也很一般呐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运费上涨，一箱难求。另外呢，人民币升值。其实好好的计算一下，去年搞外贸的，不管你是小老板也好，还是打工的也好，平均工资算下来不一定比前年挣的还多，所以呢，去年的外贸等于说是挣了面子，里子没有挣到啊。它对 GDP 的拉动作用也仅仅是在纸面上的，真正从事外贸的收入不一定就提高多少。那么最后拉动经济增长的肯定就剩下投资了。我们重点说一下投资啊。去年的投资情况，国家统计局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有。我认为亮点最大的就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，仍然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，增长了10.6%，这个更加难能可贵了。不管经济条件怎样的艰难，咱们国家在高技术投入方面呢，始终是没有松手。在高技术的制造业当中，医药制造业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28.4%和22.2%。从产品产量看，工业机器人、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、微型计算机设备同比增长了19.1%、17.3%、16.2%和12.7%，这些成绩都是非常亮眼的。其他的投资方面呢，缺点很多啊，我们来一点一点说啊。首先，投资，去年的投资呢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，但是投资的钱它不是一种良性的投资啊。我们正常的投资都是我挣钱了，然后拿挣的钱扩大再生产进行投资，这是良性的投资。但是去年呢是负债投资，当然以前也负债投资啊。负债投资的话，你就有一个利息的问题，这些利息呢在未来都是要还的，会拉低未来的财富增长。另外呢，去年大规模的进行投资，也使我们前几年去杠杆的工作基本上破功了。从2014年、15年开始，国家就着手慢慢的去杠杆，但是去年呢，基本上回到解放前了，这就会造成一个结果，未来肯定还是要慢慢的降低债务风险的啊，因为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又已经创新高了啊。未来降低债务风险2个办法，第一个办法呢就是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啊，政府多收税好还债。第2个办法就是通货膨胀，释息债务。有朋友问了，这2个办法会采用哪一种呢？我告诉大家，2种办法都会采用，2条腿走路，既要促进生产，还要搞通货膨胀，这是必然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再说一点啊，
去年的投资呢，还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国家想把钱引到制造业里边去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去年其实整体的制造业投资是下降了2.2%，而房地产的投资呢增长了7%，钱还是往房地产跑了。有一个数据更能说明问题，去年呢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了2.6%，但是商品房的销售金额增长了8.7%，这很明显就是房价涨了吧。所以说呢，钱的去向也没有完全达到满意。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投资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，这就切实的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利益了。在咱们国家呢，每当经济遇到不景气的时候，就会记起投资这杆大旗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投资基本上以国家和大企业为主导，所以金钱的流向啊不是全方位的。必然有一些行业钱多一点，有些行业呢钱少一点，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啊。有些人去年还不错啊，但是更多的人，特别是就职于中小企业或者是自己创业的，明显的感觉到生计艰难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投资的钱没有流到你的那个行业去，自然而然呢你也就挣不到钱。这是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它一个本质的缺陷啊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呢，就是要大力的发展消费啊。以前呢，我们的消费市场还是可以的，每年的消费增长都是要快于投资的。消费这种经济驱动形式啊，它就像漫天的细雨，它是雨露均沾的。不管你是从事哪个行业，总能够捞点油水。但是去年情况大家都知道，消费是萎缩的。一方面投资增长，有些行业有水，有些行业没有水，又没有消费再从中进行调节，所以去年就有很多朋友啊，忙活一年挣不到钱，甚至还赔钱啊，这就是本质的原因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去年 GDP 的增长是2.3%，其实对于中国来讲，2.3%，它其实意味着衰退啊。因为像咱们国家啊这么大的体量，每年的新增人口，想要保持我们正常的生活水平不降低，我们每年的 GDP 增长一般来说应该有6个点啊。很多朋友都听说前几年动不动就说 GDP 一定要保6，一定要保6.5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保住6个点的增长，才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，能够让新的就业人口有工作。但是2.3%，说实在话，咱们经济实际上啊是萎缩的，这就是去年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说一点不足之处啊。但是必须要承认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，和全世界的经济密不可分了。在去年这种情况之下，咱们能取得2.3%的经济增长率，确实是应该交口称赞的。不管是谁来主管经济工作，我想也不可能做到更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啊，就是统计局的数据公布以后呢，很多文章啊就开始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，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。按照正常的这种经济增长往上走，咱们呢应该在10年之内超过美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啊，我们这么正常的超过美国，即使说有一天咱们的 GDP 比美国还要高了，那也仅仅是有着象征意义啊，解决不了什么实质的问题。因为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，生活的压力仍然会比较大，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啊。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美国的流浪汉无家可归，但是人家衣食不愁啊。说实在话，美国的流浪汉并不是没有地方住的，政府建的有收容的地方，只是人家不愿意去。美国的流浪汉没有1分钱，也不会饿肚子，政府每个月会发几百块钱的食品券，足够让你吃饱。但是这些你在中国可以吗？很明显是不现实的啊。即使说有一天我们的 GDP 超过美国，这种现状也不可能改变。那么哪种情况能够使我们根本性的改变呢？那就是从质上4面开花的超过美国。换句话说啊，就是我们在各个高新的产业4面开花，都取得突破，甚至第4次产业革命在中国爆发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超过美国，那才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本质的变化。我来举一个例子啊，假使说
今年在咱们国家实现了核聚变的可控应用，核聚变能够发电了，我们得到了源源不绝、价格又非常低廉的电力供应。那么，咱们多长时间能够超过美国呢？最多2年，撑死了。这就是科技巨变所带来的质的变化。等到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哪些变化呢？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，压力会非常小了，我们再也不用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去生活了。而且呢，从平民到中产阶级中间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障碍了。只要你能够正常的劳动，就能晋升到中产阶级。怎样来理解啊？我们算是说点闲话吧。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咱们的生产力极度爆发的时候，国家才有能力进行微观的转移支付。什么叫微观的转移支付呢？这个词是我自己的叫法啊。相对的就是国家的宏观转移支付了。其实咱们国家从建国一直到现在70年的时间呢，一直都在进行宏观的转移支付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东三省财富集中地，东三省的财富呢支援全国。改革开放之后呢，沿海地区富了，沿海的几个省财政转移去支援西北西南这些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。这就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转移支付一直在做。为什么要做呢？因为宏观转移支付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啊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是一定要去做的。历史上这种教训很多的啊，比如说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，北方的女真虎视眈眈，那崇祯帝就想整军呢，整军你需要钱，向京城的官员借钱不借，向江南的富绅借钱不借，江南的富绅就说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，对吧？结果怎么样呢？李自成攻进北京，京城的官员被洗劫一空。女真入关建立清朝，在江南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对吧？江南的富豪也没有躲过去。这就是国家如果不转移支付的话，各个地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那确实是有着亡国的危险的。所以说必须要做微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呢，其实就是贫富差距基尼系数。现在在咱们国家，其实贫富差距已经非常非常大了，而且底层的老百姓想要往上进行阶层跃迁，难度越来越高。在这一块问题上，国家确实暂时没有能力管，因为毕竟国力只有这么多。你要想把底层的收入水平普遍的提上来，就只能向富人要钱。这个时候你去向富人要钱的话，确实不太合时宜啊。因为一个富人，我一个月挣10万，我已经交了4.5万块钱的税了。如果你让我交8万块钱的税，那我就没劲儿干了啊。现在咱们国家呢正在奋起直追啊，还是在努力发展生产力的阶段。我们要知道，生产力的发展是富人带动的，它不是穷人带动。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呢，国家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缓解贫富差距。到了四面开花、超越美国的时候，那肯定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到时候国家拿出一大部分，富人呢也就拿出一小部分，也无所谓了，就可以呢给底层的民众往上进行阶层跃迁创造条件。比如说，大力的兴建公租房，基础教育免费，把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彻底的养起来，把养老就医的问题都解决掉，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，去努力奋斗啊！只要你愿意工作，就能够挣到一份不错的工资，就能够跃升到中产阶级。这是等于是咱们趁着100万亿啊这个 GDP 的话题引申了这么多，其实说的也比较乱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啊，应该在10年之内，我们能够看到希望。这些年，咱们国家在高科技产业、科研上的投入越来越多。为什么我刚开始说呢？高技术投资的增长仍然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，这是可以称道的地方。原因就在这儿，我们有着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，有着越来越多的科技论文，有着越来越多的专利，这些的积累应该在10年之内，我们能够看到咱们四面开花、科技爆发的那一天。让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但是在到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做艰苦奋斗的准备。100万亿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丰碑，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啊！我们不能躺在功劳本上哈哈大笑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咱们就
说这么多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